係講網友嚇，呢個中國剛啱兩會開完嚇，其實兩會咧就有兩大嘅號召，一個就係有兩大嘅看點，一個就係將嗰個經濟增長啊，第一次唔夠5%，4.5到5。第二點咧就係將全國嘅力量撲咗落去呢個高科技發展、高質量發展。我哋睇下，我應該好客觀咁睇下中國喺呢方面嘅發展係點樣。呢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好了解我，仲要多角度分析，朕係暴君定雄主？知我者，莫若蕭若元兄。靖難之變嘅來龍去脈，永樂遷都北京嘅個中原因，幾次親征北伐蒙古，派鄭和下西洋，同埋編修永樂大典嘅事蹟，都寫得絲絲入扣。咩話？咁好睇，都係賣新台幣520蚊。最新作品《蕭若元說明史》，明成祖朱棣暴君雄主，現已在蕭貓貓辦館網站有售。好啦，下個禮拜咧就印咗出嚟啦。嗱，呢本書呢個係 prototype 嚟嘅，咁咧就開始寄俾大家噶啦。咁呢個就順豐快遞嚇，去全世界嘅價錢嚇，咁就當然寄去外國有啲貴啦。咁呢個英美加平郵咧，如果寄平郵咧40日，即792蚊嘅啫，200蚊嘅啫。咁就係，但係要40日咯。咁就全部咧就有我嘅簽名嘅，真筆簽名嘅，同埋你可以喺買書嗰度要求寫你個名上去，寫太多字就唔好啦，真係寫死我嘅。大家快啲買下，尤其是買咗2本明史咧，你哋應該買齊佢嘅。呢本尤其是啊嘅特色喺邊度咧？靖難之變啊！我自細讀歷史啊，係冇一本書講得清楚呢個朱棣點解會打贏嘅。整個戰略、整個戰爭嘅經過咧，係我係描繪得最清楚嘅。呢個係好嗱，呢個今晚直播嚇美伊戰爭出現嘅神奇局面。Donald Trump 係咪騎虎難下咧？點樣收科咧？呢單嘢係嚇由追趕到引領，呢個係中國總監呢個人講。中國第一次係要引領個技術，而唔係追趕西方。5年嘅規劃，15引領全球科技係做帶頭羊。AI 提及50次，其中關鍵中嘅關鍵就係 AI。我話 AI 革命咧係一個知識智慧嘅革命，而嗰個智慧嘅革命咧個威力咧係無窮無盡嘅。GDP 目標降到4.5至5嚇。科技投入舉國之力，2023年研發支出購買力平均係1萬億美金。呢個產業基金同政策補貼，產業基金同政策補貼咧2500億美金。中央科技預算每年增加10%，即係你話中國每年有幾多錢投入新增生產力咧？咁我有計下嘅，就大約係呢個3-4萬億人民幣到。呢個1萬億咧，佢係講購買力平準。如果用匯價計咧，3-4萬億到啦，3-4萬億到啦。美國咧係去到呢一個係差唔多係10萬億人民幣到，其實係咁。呢個話中國嘅 R&D 啊個使用咧追及美國，但係呢2年咧美國係狂飆咗上嚟，中國追唔到啊！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嗰個 AI 嘅投入啊係好多錢，呢個帶動咗美國經濟。淨係呢一個 hyperscaler 嗰度咧，呢個已經係6-7千億美金，呢個係完全帶頭嘅，完全帶頭嘅，呢個係冇得鬥嘅嘢嚟嘅，呢個係中國咧、美國咧忽然間飆上去，中國咧係跟唔到嘅，呢個就中國喺全世界嗰個創新嗰度，嗱呢啲當然啦，呢啲指標咧永遠都有問題嘅，呢個就係第一。你估唔到咧，第一咧就係美國啦，呢度條線；第二咧係陸線喎，係南韓喎，南韓追到上嚟喎。然後咧就係呢個中國同德國
日本大概喺呢度啊，大概喺呢度。如果全球嘅領先嚟講呢，美國綜合係第3，南韓咧第4。南韓好犀利，但係台灣呢個冇計台灣。台灣喺硬件嗰度係好犀利。跟住落嚟，中國第10，德國11，日本第12。呢3個咧係咬住嘅，呢3個係咬住嘅。呢個就係中國，尤其是擅長係乜嘢咧？呢個就係就係喺大量嘅論文同埋呢一個專利權嘅推出，但係好多係垃圾嘅。呢個真係垃圾。呢一個頭1% 喺呢一個科學論文被引嘅數字，你睇下喺呢度嘅時候咧，仲係遙遙領前。去到呢度咧，中國拋離咗美國。呢個點解咧？凡係有一個標準去度嘅嘢咧，中國人咧就一定好叻呢個作弊嘅。呢個包括咗大學嘅排名，香港大學根據 QS 喺全世界排第12，真係笑到我碌地啊！啲咁嘅垃圾大學，呢個真係中國咧係規定咧嗰啲論文入邊咧係盡量引翻中國人嘅論文，所以佢有啲論文係有價值啊，但係佢喺啲有價值嘅論文入邊咧，佢都特登不需要地 call 翻中國人嘅論文，所以中國論文喺 top percent 嘅 quotation 度咧係領先咗美國咯。呢個就係嗱，呢個叫4象框架，呢個就係 conforming， 即係咧係配合同現有係配合嘅，係呢個 disruptive， 就係點解咧？係顛覆性嘅，成功失敗，佢可以係同現有世界係 conforming 而成功，同現有世界係 conforming 但係失敗。呢一個顛覆性嘅可以成功，顛覆性嘅亦都可以失敗。咁呢個4象佢假，我哋睇下4種，佢出現咗4種嘅 situation， 4種嘅 situation。第一，顛覆性嘅成功，嗱呢個就係顛覆性嘅成功。呢個圈啊 A 啊，絞肉機式嘅競爭，你一定要承認咧，中國嘅電動車咧係佔咗世界上60%以上嘅，呢個係呢個如果以第一個階段嘅電動車比賽咧，中國係贏咗嘅。呢個你一定要接受呢個現實，無論喺個車價上邊或者個性能上邊咧，你係冇得同佢鬥。佢已經克服咗量產嚇，佢嗰個點咧，比亞迪219億研發開支，工程師人數11萬，佢由新車型概念到量產只要18個月。德國新車型咧36至48個月，中國換新款啊係遙遙領前。嗱呢個咧係要翻去咧，其實好大功勞就係 Tesla 將成套嘅嗰啲供應鏈咧係搬咗去中國，教中國人做。中國人有咗嗰套供應鏈咧，佢砌架新車出嚟咧就好容易。而中國咧永遠贏咗一樣嘢，你記住，中國永遠贏咗一樣嘢，就係佢有龐大嘅生產能力，每一個零部件咧都係可以分一間工廠嚟做。佢個規模大到咧，佢係非常之靈活，而中國人有勤力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個龐大嘅生產力就令到好多要應用嘅嘢咧，迅速可以落地同做到出嚟，立即抄到你做到出嚟，而且比你平。電動車佔咗世界6-7成呢個電動車，但係而家咧踏入第2階段咧就唔係啦。智能座艙咧同埋自動駕駛咧就係只係得呢一個中國車同 Tesla 鬥。德國車完全唔係，日本車完全唔係，佢哋喺軟件上係完全輸晒呢個。佢哋有做電動車，唔好講話電動車唔夠中國車鬥啦。第2階段就係鬥個智能座艙同埋架車有幾聰明。中國咧有幾間咧係跑得相當前嘅，小鵬咧已經轉咗對端對端嘅啦。小鵬、華為嘅問界啊，呢一個吉利。呢幾間咧係可以同 Tesla 鬥嘅唯一。好啦，顛覆性成功第2個，呢個第1個成功，第2個電池。
呢一個點講啊？喺10年前出產呢個電池，主要係三元鋰電池。中國就係走咗向磷酸鐵鋰電池。呢個寧德時代啊，係獨自佔咗世界38%。原材料由原材料到電池成品嘅生產週期，呢一個係24個鐘頭，對方要做2個禮拜。嗰個規模量產同埋令嗰個產能嘅嗰個嘅效率嘅提升咧，係去到極致嘅，去到極致。但係咁樣呢樣嘢係贏咗，但係咪有好處咧？即係咁，你話如果自己喺國內做電動車咧，就有好處嘅，因為佢平啲，多啲電池使用。但係咧就係人哋而家完全唔俾你嗰啲電池進入喎，呢個第一點啦。第二點就係而家啲電池咧好多搞到蝕本㗎咯，個產能過剩。同埋如果電池啊嗰個做法一變嗰陣時咧，你啲咁龐大嘅生產咧就大鑊啦。其中2樣顛覆性嘅嘢啦，一個就係固體電池啦，我唔知幾時落到地啦。但係固體電池啊，嗰個爬坡過程啊，要追到液體電池嗰個生產嗰個黏稠度啊，仲係有排。咁啊，仲有呢個 Tesla 嘅4680啦，4680咧就會平2-3成啊，因為佢用嗰個乾電極嘅製法。好啦，象限2適應性成功啊！呢個咧係同全世界夾軌，而佢係成功嘅，係冇自己走出嚟嘅。全球臨床實驗佔比39%，咩意思啊？因為咧你嗰啲藥啊，到最後咧臨床實驗咧要係多點好多笪地方，好多個醫院嘅雙盲測試。監督性雙盲測試嚟到過呢個醫學實驗嗰時咧，最平嘅就喺中國做，所以39%搬咗去。而家開始有啲唔俾嚟中國做，呢個係產生有疑問嘅。呢個係中國新藥嘅產量1250，引進海歸。中國係全世界 produce， 點解嚟中國做咧？呢啲嘢好多係手做嘅，要博士生做，而中國呢啲博士生最平。引進海歸頂尖人才，對 FDA 跟進唔係首創，但商業上可以成立。佢冇首創藥嘅，冇首創叻嘅藥冇喺中國發明，但係佢係融入咗世界嗰個產業鏈入邊。好啦，第3種就係顛覆性嘅受困 EU 光刻機，呢一個係個聖杯嚟嘅。而家咧就係中超微。呢個就係做到28納米嘅乾式嘅深紫外光嘅光刻機，但係咧只係出到 prototype 啫，冇辦法量產到。嗰個咧可以做到28納米，但係咧你而家咧可以做到呢個7納米嘅，就係叫浸潤式嘅深紫外光光刻機，嗰個咧非常難光伏嘅，5年內冇辦法可以做到5納米以下嘅晶片，呢個可以斷言嘅。呢個 Ashmill 話我夾部機啊，我俾個圖紙你砌嘅，你都砌唔到出嚟嘅。呢個就係冇辦法。而家中國咧就完全係做緊呢個90納米、45納米，只係有華為同埋華為喺觀瀾嗰間廠同埋中芯。係可以做到14納米，同埋做一部分7納米。先進晶片係棘住咗喺度，佢就集中咧就做呢一個成熟製程。晶片突圍繞道而行，已經28納米，佢一路上緊。如果你話28納米咧，就可以好多工業產品咧已經足夠㗎啦。即係譬如做呢一個洗衣機啊呢啲咁，28納米足夠啦，唔需要咁細。個電又唔需要慳咁多，因為咧到最後鬥嘅乜嘢咧？鬥嘅就係嗰個幾平啊！嗰粒晶片，嗰個你用呢個製程去做出嚟，譬如1億粒電子個成本係幾錢咧？佢最平係28納米，
最平28納米。細過28納米咧，個先進製程咧太過貴，所以28納米咧暫時係個 optimum point 嚟嘅。但係咧呢個會移上去嘅，14納米咧會改進個先進製程，7納米改進個製程，改進之後咧，終於佢係平過你嘅。瞄準未成熟嘅技術節點，搶佔下一代供應鏈，呢個咧係注定失敗嘅。15年之內咧係冇辦法做得到。佢嘅晶片就係逗留喺有少少嘅7納米，呢個係極限嚟嘅。7納米至5納米係極限，但人哋咧已經去到1.6呢個納米啦。呢個咧係同埋咧嗰個整體嗰個製造 AI 晶片咧，你係冇得鬥嘅，因為仲有個 CoWoS 包括封裝。好啦，適應性結果全部失敗嘅 C919 閉門造車 ，Airbus 735架2024年交付量，波音348架，中國商飛16架，唔係舊年中國商飛得12架，乜嘢都要靠人哋嘅，呢個咧完全失敗嘅，呢個就係成功之道係經歷紅海廝殺極致效率。成功之道咧就係佢乜嘢都成功咧，就係教佢嘅無限量嘅生產力，可以將嗰樣嘢咧做到好快好平。失敗咧就因為靠堆錢冇辦法突破嗰啲技術性嘅瓶頸，呢個係科學創新嘅大忌。政策補貼只能夠逢上馬，護城河咧係要靠市場鍛造嘅。護城河係點嚟㗎？係經過無數嘅試錯，即係咧你嗰個市場咧唔夠人哋嘅市場大啊！因為咧，譬如話喺全新嘅科技咁樣啊，呢個美國嗰啲領頭產業咧，佢係全世界 except China， 你咧就係 China， 所以咧佢喺全世界個需求咧大過你好多，個試錯個規模大過你好多，個試錯同埋改進改新嘅速度咧快過你好多。AI 另一邊嗱，而家咧係搏晒落去 AI 係中國維持世界工廠地位唯一可行途徑，呢個就係呢個短期風險、高額投資迴避長、衝擊年輕人就業、低技能勞動者首當其衝。嗱，呢個係貨全世界嘅，呢個貨全世界都係咁。呢個但係長期咧，製造業升級，替代房地產成為新引擎，提高生產率。但係嗰個呢個咁嘅問題啊，呢個取代勞工呢個問題咧，喺中國係最嚴重嘅。即係當呢個 AI 同埋機械人大量取動勞工，就因為中國嘅勞工，首先你用 AI 去取代咧，喺中國係慢，因為中國勞工價錢平，外國勞工價錢貴，更容易用 AI 取代咯。啊，第二就係帶嚟個社會衝擊，因為你有咁多人做呢啲勞力密集嘅嘢咧，個衝擊咧係特別大嘅。算力統兩會提出一樣嘢，就整一個統一嘅呢一個係整一個統一嘅全國統一嘅算力市場出嚟，企業低價傾銷搶客戶，價錢壓到成本線以下，無力投入研發，損害國家 AI 競爭力。大家咧好似呢個，我都話俾你，中國每一樣嘢都陷入呢個紅海競爭。即係美團啊，係俾佢哋搞到蝕本嘅。送外賣，你無端端整個京東落嚟，然後咧就係阿里巴巴咧就靠佢好有錢啦，同埋佢個渠道啦用餓了餅嚟到咧津貼去貼到你輸為止。呢個阿里巴巴除咗呢個嗰三大 network 嘅雲計算之外咧，阿里巴巴係會用價錢殺晒每一個人嘅，呢個係。用低價去傾銷，佢係唔容許你存在嘅。佢而家建議點呢？算力好似電力咁標準交換，基準價浮動區價嘅機制，北數南算，東數西算，統一調動，整咗300億出嚟。即係點講呢？係去平嘅地方度算，大家，然後全世界咧計嗰個算力嘅標準，全中國，咁於是咧就可以公平地交易。但呢個解決唔到嘅問題。中國好在係乜嘢呢？就係嗰個電力好充沛，
佢就可以搭到好多嘅 data center 出嚟。呢個咧係比美國犀利。中國嘅電啊係美國嘅250%嚟㗎，啊！但係你嘅晶片咧，如果你仲係棘喺呢個7納米呢度咧，你使嘅電啊個 wastage 嘅功耗啊，如果出年去到 Vera Rubin 嗰陣時咧，差咗10倍，同一嘅算力差咗10幾倍，即係咧人哋用一度電咧，你要用10幾度，咁呢個咧係你電力多咧都係追唔翻嘅。稀土全世界60%，就90% 精煉嗱。用稀土換技術換裝置，呢個咧係亂 Q 咁噏。呢個咧就係美國為首50幾個國家整咗呢個礦業會議出嚟咧，佢哋一定係不惜任何代價，因為咧你舊年咧2025年咧又打稀土牌出嚟，而家咧呢2-3年內稀土咧人哋就用國家津貼嘅方法減少咗對你稀土嘅依賴，稀土呢張牌咧以後冇得打啦，呢個就係未來產業做乜嘢咧？人形機械人嗱，我加以一個評價。人形機械人咧，我覺得中國咧係一定有一部分市場嘅。中國有一部分市場，佢係唔係咁通用，而係放某種用途。即係我係 looking forward to 中國可以做。你既然可以做一個自動吸塵機，你就可以做一個人形樣嘅全世界去打掃啦，係咪？佢要有少少 sensor 同埋聰明度。學識執屋，你做一次，你如果可以訓練咧，你不停執俾佢睇，咁佢咧就可以訓練到執屋啦。Limited version of 人形機械人，呢個係中國咧係可以做到出嚟嘅。腦機接口，我唔覺得佢做到出嚟呢種科學。量子科技咧係個 question mark，係個 question mark。因為咧，大家都喺度摸緊。而家目前先進嘅技術咧就喺美國嘅，呢個咧就係中國淨係喺量子通訊嗰度咧領先，因為佢擺咗好多錢落嚟。未來能源核聚變又係一樣 question mark 嘅嘢，幾時做到核聚變？新型儲能咧，呢個就係美國領先嘅嚇。如果儲能方面，而家全世界儲能最大嘅公司就係 Tesla。6G 通訊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中國係冇得玩嘅。點解？美國夾埋其他國家唔侵華為入去搞 6G 通訊嘅 protocol， 你唔喺個 protocol 度咧，你就俾人哋排斥㗎啦。低空經濟冇得玩嘅。點解？一間公司獨大，呢個 SpaceX， 你起碼距離 SpaceX 10幾年啊，嗰個呢個發射衛星個成本同埋個技術嘅成熟度。係追唔到 ，SpaceX 已經變咗個飛輪，佢今年會係去到點啊？6-7千粒衛星發射200-300次每個月發射10幾20次，而且佢嗰個運載量啊 ，Starship 成熟咗之後咧好大，你追唔到。人形機械人先擴大生產規模，然後帶動供應鏈優化。技術未成熟，大量量產。其實而家出嗰啲咧，大部分係玩具嚟嘅啫，唔係可以嚟做嘢嘅。做嘢咧一定要，即係我覺得做嘢咧，你要先進好多嘅晶片嘅。佢係咪做到咧？你嘅晶片夠唔夠咧？用星騰啦，華為嘅晶片咧，唯一就係愛嚟訓練咯。呢個就係因為先進嘅晶片咧入唔到嚟。我講俾你聽，呢個做人形機械人好難。你淨係攞呢個電話，你係要計到佢個 3D 三維空間喺邊度，你先至控制到隻手。你係睇到個電話，你估到佢幾重同個摩擦力，用幾大嘅力量去揸。淨係一樣咁嘅嘢，都係極多嘅 computing 喺度。呢個唔係咁簡單嘅時候。你如果同人 interact 咧，你喺街度行，喺個工廠度行。遇到人點樣閃避呢？對方閃定係你閃呢？會唔會你又閃，對方又閃，大家不停互相喺度閃呢？呢個就係權術技術即權力。呢個呢，大陸呢用好多軍民融合嘅1000億美金下。科大訊飛做軍方情報分析，北斗導航
北斗導航呢個大疆無人機，嗱，大疆無人機係佔咗世界民用無人機嘅5-6成，呢個係呢啲咧 CSIS 係補充性唔係變革性，係顛覆唔到美國嘅軍事霸權嘅。北斗衛星仲爭好遠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嘅語音識別啊，科大訊飛搞咗幾十年，而家比起人哋啲 LLM 落嚟咧係差好遠。大疆無人機係領前，美國要製造咧非常之困難啊！呢個就係佢嗰個價錢咧太平，嗰啲供應鏈咧太過成熟。好啦，係咪美國同中國全面脫鈎咧？鷹派就覺得要封死中國科技嘅，務實派咧就係全面脫鈎咧唔實際嘅，呢個就係呢個係咧 CSIS 嘅核心立場。對全球南方嚟講咧，買得起嘅發展遭遇，即係咧中國係俾個比較廉價啲嘅渠道人哋走，人哋唔會覺得係國安威脅嚟嘅。斷供倒逼中國建立本土替代供應鏈，華為 Mate 系列回歸就明證。嗱，呢套咧係 CSIS 嘅核心立論。呢個咧就 Mate 佢用華為 Mate 嚟到駁斥，結果唔係 Mate 咧係證明咗斷供咧係有效。華為咧初翻嚟嗰陣時咧係威係勢，越嚟越差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棘死咗喺7納米嗰度，呢幾年咧，呢2-3年咧已經冇辦法推出有吸引力嘅新機型啦，即係整嗰啲呢個3屏摺疊啊，嗰啲3層摺疊嗰啲咁嘅機嘅花樣出嚟。佢喺豪華機嗰度咧係上唔到去嘅，呢個就係你逼中國做咗個供應鏈出嚟。即係我講俾你聽，即係喺技術方面，譬如話喺呢一個真係嘅 AI 技術或者呢個半導體技術，中國本土做一條供應鏈出嚟，全力嘅發展。你結果咧，你就會發現呢條供應鏈咧，就同埋全世界嗰條供應鏈咧，越嚟越唔似樣喎。因為咧，佢整下咧，因為你不停咧，大家諗嘅嘢唔同。你喺個樹幹嗰度咧，就大家不停喺度互相修正，融合埋一齊。你自己獨立整一樣嘢咧，呢棵嘢咧生咗出去。生咗出去嗰時咧，你係用唔翻呢邊啲技術嘅。呢個咧喺蘇聯同埋美國冷戰嗰時咧，我哋見過嘅。你係標咗第二樣嘢出嚟，而人哋嘅技術咧，你學都學唔到嘅，融合唔到嘅。強行脫鈎，失去中國廉價製造，推高呢個，咁呢個咧係要取代嘅。呢個取代咧就係要用印度同越南取代。綠色轉型延緩，中國生產80% 太陽能板，65% 風電裝置，係嘅，係慢咗嘅。但係 Donald Trump 根本唔信呢樣嘢，不做生意就冇辦法掌握對方嘅技術進展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對方唔同你做生意咧，佢亦都掌握唔到你嘅技術進展。你唔喺佢度做生意咧，佢學唔到你嘅，即係咧你係一定要蘋果喺中國、三星喺中國大量做手機。訓練咗無數嘅技工同工程師，然後佢哋走出嚟，先至成立咗呢個大陸嘅手機業嘅。呢個情報盲區咧係互相嘅。CSIS 嘅破局之道，吸引全球頂尖人才，吸引風險投資策略，精準補貼，避免普遍呢個保護主義嚇。呢個咧係同 Donald Trump 講嘅嘢相反。Donald Trump 咧而家係趕緊啲人走。佢建議係咁做，創造啲生態出嚟，然後只係封鎖軍事用途，消費電子正式交流，積極參與國際標準 AI 深度合作。嗱，我唔贊成嘅，呢個咧高科技咧，我係贊成翻呢個拜登嘅小院高牆啊！喺半導體 AI 量子電腦有7-8種技術係應該徹底封殺嘅。呢個係中國回應。國家實驗室重大科技實施，然後成果轉化，北京、上海產業應用、金融支撐，佢哋希望咧咁樣咧就做到一個新增生產力出嚟，而終於咧係因為佢哋龐大嘅市場，於是咧佢哋就可以追到西方。嗱，我覺得咧喺某啲嘢嘅技術上係得，
但係最前沿嘅經濟呢係非常困難嘅。中國嘅人多好多嚇，中國每年畢業嘅工程師數130萬，美國13萬啫。美國啲人都唔中意讀工程師。頂尖前沿突破人依然係有斷層，但係最叻嗰啲，我講俾你聽，最叻嗰200個人做 AI 嘅呢，差唔多有好多華裔，但都係美國籍嘅，即係呢大概7-8成就係美國人。呢個但係去到2000人嗰陣時呢，就60-70% 咧都係中國人。農村教育基礎人才有鴻溝啊！呢一個係中國擅長規模化擴散、工程化迭代，係唔識得創新。中國人嗰個由0至1嘅創新非常困難，就因為自細呢個思想呢都係俾人哋洗腦，係規定咗呢啲嘢呢有確實嘅答案，唔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。中國別無選擇，追趕型嘅增長同房地產嘅繁榮已經完結。房地產冇得搞，消費信心低迷，產能過剩，貿易順差招導，靠出口靠啲嘢冇用，別無選擇，一定要靠高科技。喺南方國家嚟講呢，中國提供咗呢啲嘢好，對佢哋好平嘅，係買得起嘅發展經濟。西方呢就話俾你聽，喂，呢個大陸顛覆你哋喎，大陸產品嚟你哋度喎。就大陸咧就係搶你哋啲工喎，冇意思嘅呢係啊！呢個西方係冇辦法贏取到呢個南方國家嘅。全景判斷中國嘅強項而家係乜嘢咧？嗱，但呢個強項係真嘅，電動車、電池可以被顛覆嘅，5G 咧唔係嘅，5G 唔係嘅，去到6G 就唔係嘅，生物醫藥唔係嘅。係一啲代工形式，最先進嘅生物科技咧，全部喺外國嘅。先進晶片唔得，航空發射機唔得，基礎研究唔得。未來10年咧係複合競爭同合作並存嘅科技版圖。好啦，我睇烈火青春啊，呢個係你點解同我咁似樣？因為我係來自未來嘅你。冇可能，幾十年後嘅我點會幾乎一模一樣，完全冇老過？因為未來嘅我冇任由歲月決定我嘅樣貌。我揀咗 Hankook Life 賢健逆齡配方，佢唔單止有 NMN， 仲結合咗白藜蘆醇同亞精胺，組成抗老鐵三角，效能提升超過1.6倍，即係可以將時間停止，仲可以將歲月痕跡洗走。配方入面有 TMG 同維他命 C 組成，身體排污隊，幫細胞清理廢物，清走廢物 NMN 先可以極致轉化吸收，修復細胞，延緩老化。每日2粒，真正嘅賢健逆齡。依家俏貓貓實體店或網店都全面發售。